海贼王中开始看似挺强，后来垮掉的一批人。有些人长得像个水果，却把都能在高端局里闪亮登场；有些人长得像是会打高端局的，后来却只能被人家砍瓜切菜。这种的代表人就是斯摩格，一代版本一代神，代代版本血烟鬼。最早登场的自然系被艾斯评价为你我五五开，前半段一直摁着路飞走，曾经的辉煌不用多说。但是2年期间，当所有人都在默默努力变强，2年后脱胎换骨的时候，不知道烟鬼有没有感觉自己被世界抛弃了一般，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个4连跪，1战输罗，2战输凯撒，当然这个是和达斯奇换了之后有情可原，3战输维二哥，4战输明哥。曾经引以为傲的自然系烟雾果实被明哥织毛衣果实给秒杀，拼霸气也自然玩不过明哥、维尔哥和罗，所以斯摩格追路飞，对称卡普追罗杰。现在来看，爷爷永远是那个爷爷，斯摩格不再是以前的斯摩格了。月光莫利亚，23年前27岁的莫利亚和36岁的凯多在和之国打了一架，两人都算是进入了巅峰期的状态，虽然结果也是莫利亚以惨败收场，但是那个时候莫利亚体型还算正常，能跟凯多 battle 一下。后来因为失去伙伴备受打击，荒废了自身，在恐怖3翻船，要不是靠着奥兹和果实能力还算强，莫利亚本身是真的菜。要知道4档路飞在凯多面前也是挨秒的份儿，很难想象当年可以和凯多正面较量的莫利亚经历了何种程度的荒废。福兹福凌空六子作为黄团的2流干部，赏金最高的福兹福 5.76 亿，最低的佩吉万也有 2.9 亿。其实整体来看发挥的中规中矩，不过福兹福作为凌空六子的头牌，慎平打他那叫一个游刃有余，几乎没有什么挑战性。只不过慎平边聊边打多拖了几招，不然感觉慎平2拳放倒福兹福也是手拿把掐，毕竟梅花皮把人家的纸枪都给怼折了，实在是绷不住了。还有就是福兹福一直想挑战3灾，争夺大看板的资格，在和慎平的战斗中也是喜欢嘲讽对手，给人一种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。CP 0小队长 CP 0被誉为天龙人最强的护盾，这头衔属实挺大，而且德岛登场的小队长等人穿着怪异，通常像这种怪异神秘的人一般是深不可测的。斯图西、路奇卡库先不说，那个戴帽子的小队长起码有点东西吧，现在来看有点东西但不多。在鬼岛的 CP 0的战力实在是这样，2打2德雷克阿普让阿普给跑了，打德雷克也费了不少劲，然后又是2打1打人家乙藏，被乙藏给极限换了一个。小队长登上屋顶后又是祭出了铁块，然后就记了，让人想起了夏洛特欧文学白胡子挡船，所以就 CP 0小队长这实力还要蹲罗宾，想屁吃。不过斯图西和加强后的路奇卡库还算可以吧。海军大将老3大将可以，不过随着新世界的怪物们越来越强，大将的统治力在明显减弱。从2年前青雉、黄猿、赤犬老3大将登场，到2年后藤虎登场、绿牛登场，倒也不是大将的实力在减退，在与海贼势力此消彼长的过程中，就感觉现在只派一个大将出来平不了事儿了。甚至到绿牛这里，虽说也没有咋动手，但气势上已经先垮掉了，和当年黄猿横扫香波地群岛那种表现真的是云泥之别吧。基德，说实话，基德在拿到30亿赏金的时候，确实给了人一点支棱起来的错觉，至少感觉他比以前更强了。基德垮掉主要还是因为过于莽了吧？你说他选谁不好，又选红发单恋，而且2年期间让人给卸一条胳膊，大概率也是被秒，现在支棱起来了还是被秒，合着这么长时间就是主打一个白玩。虽然罗那边也是被黑胡子打败了，但路飞、基德、罗3个30亿，总感觉基德最垮。所以海贼王里看起来弱的他未必弱，看起来强的也未必后面强，但一直强的那就是真的强。20岁了还不会霸气怎么办？有海米问，一把年纪了还不会霸气，这正常吗？这个先看和谁比吧，有些人8、9岁就觉醒了霸王色，跟他们比反而是正常的，因为那些人本来就不正常。如果跟那些厚积薄发的人比，20来岁其实还是有机会的，因为只要肯刻苦修炼，花个1年半载一定可以学得有模有样。觉醒霸气的方法其实也有一些，首先霸王色霸气，这个虽然不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获得，属于与生俱来的资质，但在没意外觉醒之前，你也不知道自己是否具备霸王色的资质。而且看一下拥有霸王色的大佬，他们几乎都是在意外之间觉醒。霸王色的觉醒一定跟当时的情绪和情感有很大关系，像是明哥被吊在城墙上，卡尔因为妹妹受伤被刺激，路飞从跟牛较劲开始，到女帝面前保护玛格丽特，到推进城保护小冯，再到顶上战争救艾斯心切。所以你即便有潜藏的霸王色资质，也是可遇不可求的，实在没什么好办法，最好等待一个契机。不过其他2色霸气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而获得。如果说霸王色更多的是和情绪到位有关系，那见闻色霸气更多的是和环境有关。雷利说将错觉延伸到极致就是见闻色，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周围的气息，所以每天生活在安定的环境里一定不会有见闻色。路飞的猛兽岛、索隆的狒狒团、山治的人妖群，让他们闭着眼睛都能躲子弹，尤其是山治，出于对女性的渴望，更是极大地强化了千米之外就能听到女人呼救的技能。当然咱们身边可能不太好找他们那种极端环境，所以去动物园里的猛兽区修炼见闻色，与老虎狮子共舞是一种办法，不过试错机会也许只有1次，请量力而行。而且见闻色一定要定心，雷利启蒙阶段训练路飞的方法就很好，就是有点费头。当然见闻色也有稍微特殊点的觉醒方式，那就是时间紧迫感加情感催化，这就是乌索普的超视距见闻色。
这个前提条件有点复杂，或许某一天你想努力迫切的想看到原本看不清的东西的时候，下一秒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就在你视野足够企及的范围内。武装色霸气，霸王色和见闻色多少都有机缘巧合的因素，但武装色唯一的秘诀就是毅力。武装色第一个阶段就是附着硬化，都说铁块是武装色的初级用法，所以建议从6式中的铁块开始练起，但鉴于 CP 的前车之鉴，切勿走火入魔，认为铁块是无敌的，宁愿光荣落败也绝不铁块送命。入门了武装色霸气的硬化阶段之后，就是外放和内部破坏，这个只能慢慢去精通，即便是路飞这样的战斗经验和资质，一开始也得拿一块钢板来苦练。另外，想要修炼好霸气，最好克制欲望，清心寡欲，驱散心魔。鹰眼在对索隆传授黑刀概念的时候，为了让索隆能将霸气附着在刀上，让索隆练会之前不许喝酒。索隆没了酒，就像山治没了女人，但是两人的效果都出奇的好。索隆和山治一个最擅长武装色，一个最擅长见闻色。除了一些天选之人，很多人都是通过后天的机遇或者苦练达成的。反正路飞、索隆、山治都是18、19岁才掌握的霸气，所以20岁虽然有点晚，但是还是有机会的。总而言之，加油吧！要相信自己一定可以觉醒霸气，去用一双黑手捏碎一切质疑和蔑视。海贼王里把低配果实玩到顶配，把一颗高配恶魔果实玩废不简单，把一颗低配果实玩成顶配低开高走更不容易。海贼王里没有绝对废物的果实，只有相对的。乔巴的果实感觉可以排上号，乔巴的人人果实老百姓形态，这颗原味的人人果实，如果人吃了会怎么样？连尾田都只能含糊其辞地说，人吃了可能会更好的当个人吧。动物系自带人形、兽形、兽人形3种形态，不过乔巴通过神奇的蓝波球扰乱动物系恶魔果实的变形波长，让这颗实在平平无奇的果实变成了它的顶配状态，加上原本的3种，可以多达12种变形，其中脑力强化可以叠加到其他形态上。就这样，乔巴50倍力打着几亿的架，100倍力打着几十亿的架，1000倍力将来还要干世界政府，还要啥自行车？卡尔的诺诺果实，诺诺果实看起来很强，不过感觉完全是卡尔本身赋予它的光环。诺诺果实可以是流体，但并不是自然系，完全靠卡尔的顶级见闻色提前形变躲避攻击。诺诺果实可以类似于路飞的果实，但本身又不具备橡胶的韧性，这里包括强度、硬度、弹性，好在延展性尚可，所以卡尔靠成熟的武装色软硬结合可以压制4档路飞，甚至卡尔通过模仿技能用对手的方式虐对手。诺诺果实基本属性就是黏和软，有点像剧场版里的软糖果实或者卡里布的沼泽果实，在人均武装色的新世界，如果不是卡尔这种人在用，真的很一般。明哥的线线果实，说实话线线果实并不垃圾，一根线有时候会非常锋利，但既然要把听起来不是特别强的果实玩出顶配，那完全靠想象力。明哥给线线果实赋予了最大的可能性，控制、移动、防御、分身、超远伤害、大范围伤害，还能给自己做手术，技能非常全面。明哥还会把霸气附在线上增加攻击力。最搞的是明哥踢藤虎的时候，当时感觉明哥觉得自己能跟藤虎6-4开，但是当明哥往藤虎头上放寄生线的时候，我错了，明哥起码觉得自己能跟藤虎9-1开，明哥是那个9。克利架的饼干果实，这种听起来像是种开宴会的果实，愣是把刚刚经过德雷斯罗萨洗礼的路飞拖在诱惑森林里11个小时。饼干果实通过消耗体力来制造大量的饼干，果实怎么样先不说，但克利架看起来起码他得有8个腰子才玩得转。然后饼干果实拼硬度不如乔兹和巴托，不过也先后让怪僧和路飞吃尽了苦头，量变产生质变嘛，路飞吃又吃不完，打又打不进，如果不是有娜美的帮助，路飞不被溜死也得被撑死。大妈的魂魂果实，修女的果实怎么把大妈夺舍了还是个伏笔，不过魂魂果实看起来更像是个开宴会的能力，标配的功能除了能把家里变成玩具总动员之外没啥大用。要说攻击力，布鲁克的黄泉果实、天克魂魂果实一秒秒一堆，但是大妈的那几个魂器厉害，前提是注入大妈自己的灵魂才有高级霍米兹的强度，大妈的魂器和低等霍米兹有天壤之别的差距，这就跟能力者本身的气魄和实力挂钩了。路飞的幻兽种尼卡形态，路飞的果实感觉也是低开高走，早期的尼卡果实、橡胶果实只能说是奇特好玩，但不是那么的强，处理一些小喽啰是手拿把掐，遇到高手开局挨秒已是常态。之后有了2、3、4档的变档，再之后有了尼卡果实的觉醒，且是800年未觉醒，这个上限是真的高，但还是被路飞给玩出来了。3系果实里面自然系和动物系起点比较高，相对好开发，超人系低开的太多了，所以想开发到顶配还是很难的。总之在这个霸气为王的时代，想把果实开发到极致，还是必然离不开霸气的加持。海贼王中那些打不坏的无上神器，海贼王里最坚不可摧的东西是顶级断刀匠的快刀吗？是灌满霸气刀枪不入的身躯吗？都不是，而是那些平时根本不起眼的东西。果实能力者的衣服，这质量杠杠的，可以看到有果实的人和无果实的人，他们穿的简直就是2种衣服。没有果实的人的衣服会正常破损，而自然系能力者的衣服不管烂成什么样都能立刻复原无恙。尤其是海军的无上大外套，老3大将都是自然系，他们的外套也和自身合二为一了一般，不管被穿几个洞都能变得完好如初。如果说这是自然系能力者的一项不用买新衣的福利，其他系的能力者更屌，
他们的智能衣服能根据自身的状态变大变小，自动调节为自适应模式。所以比恶魔果实更神奇的是，这些防火耐寒、抗雷电的无上大外套。弗兰奇的无上大胖子，2年前弗兰奇的内裤被抢走时，他说自始至终他就这一条，当时都惊了，就算全程裸奔，他都不愿意再去买一条，可见这对他的意义。当然，这条胖子在弗兰奇差点粉身碎骨的时候都没有坏，可见这无敌的质量。这条伙伴30年如一日穿在弗兰奇的身上，2年后不知道是换了还是染了个色儿，感觉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。山治的无上大西装，山治虽然不是能力者，但他的西装质量是真好，就是甚至人都被打成灰了，西装修修补补还跟新的一样。还有山治用出恶魔风脚的时候，踢的对手滋滋冒油，自己的裤子和皮鞋还好好的，这质量都可以媲美用记忆金属做的战斗服了。鹰眼的菜板，鹰眼出去是剑豪，回来是农民，在家是厨子，黑刀、镰刀、菜刀3样可以无缝切换。鹰眼手底下的菜板也不容易，不过这个菜板也可以吹一辈子了，不卑不亢，承受过世界第一大剑豪的斩击，毕竟能凭血肉之躯扛下来的也只有巴基大神可以做到。路飞的无上大黑拖，头顶高光草帽，脚踏低调拖鞋，是路飞万年不变的穿搭。路飞的拖鞋确实也损毁过，被老沙给沙化了。不过随着路飞变强，他的拖鞋也像名刀一样被霸气淬炼着。德岛缠武装色登明哥，鬼岛缠霸王色登凯多。怕不是哪一天路飞真把自己的拖鞋练成了黑拖。黑刀不止一把，可黑拖仅此一家呀。明哥的无上大眼镜，明哥的本体是眼镜已经实锤了，因为眼镜不碎，明哥不贵；眼镜一碎，明哥必贵。但明哥的眼镜质量也很硬，从小戴到大。路飞的无上大黑拖登过来的时候，明哥脸加武装色防御，人都被蹬出去几十米，眼镜没事儿。只可惜后来用正脸接了4档，眼镜终于废了。不过仔细一看，明哥的眼镜镜架并没有损坏，只是镜片碎了。没过多久，明哥的眼镜居然就修好了，这都行。要问路飞4档大猿王枪什么实力，只能说不如明哥的眼镜。这就是海贼王里几大质量无敌的无上神器了，纯属娱乐，切勿当真啊，兄弟们！想要变强，还是要遵循凯老师的意见，修炼霸气，强身健体。海贼王那些有趣的最早设定，首先来看一下 CP9 的设定雏形。卡库本身的鼻子还很正常，雄狮未娶那会儿还叫阿波罗，狼人加布拉那会儿还叫夏奇因。其他人在形象上没有太大变化，但是和草帽团的对位情况有很大调整。除了陆奇对战路飞，未娶对战乔巴，这俩没变。卡利法对战的是罗宾，猫头鹰对战的是娜美，卡库对战山治去了，加布拉对战索隆，索隆山治的对手等于是调换了。然后布鲁诺对战乌索普，这里面甚至没有弗兰奇什么事儿。看来司法岛的剧情和初期设定有很大出入，进行了很大改动。这是最早的 CP9，而最早的草帽团用现在的认知来看更离谱。最早的乔巴是有着斑马的条纹、鹿的角、驴的脸的某种奇特的生物，这长得有点异类，甚至猥琐了。主要是这只乔巴还会抽烟，现在的乔巴抽到山治的烟可是会被呛到的，这种反差感就感觉很搞笑。后来就变得比较正常了，但和现在比还是差别很大。当然还有一些 pass 掉的小设定，像是罗宾用花花果实在乔巴的后脑勺上长出了一张脸，因为过于惊悚就废了。回过来再看最早的草帽团，路飞身后有一个长相酷似黑胡子的哥们儿，仔细一看，这哥们儿原来是乌索普。狙击手的职业没有变，不过直接挂名了副船长。乌索普是副船长，那索隆呢？索隆仅仅只是个战斗员了。在更早的构想中，索隆甚至都不是草帽团的一员，而是巴基的其中一个小弟。看来索隆在设定中也是一步一步的那么励志。接下来就是前后形象上差距很大的设定。众所周知，黑胡子海贼团的颜值是圈内垫底的。早期设定里，黑团九尾狐卡特琳娜戴鹏却是一位大美女，会是索隆的一个强劲对手。但最后这个颜值没有被采用，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卡特琳娜戴鹏的样子。同样意想不到的还有章鱼小巴。小巴最开始是个墨鱼美女剑士，会使8刀流，除了比章鱼多2刀之外，和现在呆萌憨厚的小巴也是完全不一样的。还记得让草帽一伙崩溃的可可罗婆婆吗？尾田夺走了她的美貌。不过在最早的设定中有这么一条，人鱼用水充分弄湿身体后就能变回美丽的样子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山治他们就不会强行让婆婆消失在自己的记忆中了。把路飞艾斯抚养长大的达旦，最早是一个戴着斗笠叼着烟斗的大叔，后来变成了现在的大婶形象。有一次达旦不是做梦梦到了自己变年轻漂亮了吗？其实达旦年轻的时候真是个美女，有点区别的是，年轻的她比梦中的她看起来更加英姿飒爽。这是尾田一直以来的恶趣味，倒也不奇怪。最早的女帝和现在也有很大差别，现在女帝是31岁，早期设定中比现在还要更年长许多，估计是足够当路飞的妈妈了。脸上还有一个蛇形刺青，有时会戴着面纱，看起来更加冷峻一些。在动漫907集，这集的名字叫做《冒险的黎明》，这正是尾田早期的一部短篇漫画，可以看作是海贼王的前作。而海贼王正片的第1章也就采用了这个标题，只是情节改动相当大。在冒险的黎明里，路飞的草帽和果实都是当海贼的爷爷卡普给的，卡普还鼓励路飞出海，做海贼是很棒的。这句话居然能从卡普嘴里说出来，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。在里面，娜美的原型是一个蓝色头发，名字叫做安的女孩。
不知道在这个平行世界里，娜美会不会是罗杰的女儿呢？后来在海贼王里，卡普一开始的形象是戴着帽子抽着雪茄的海军，绰号叫做白色意外，看起来有几分神秘。白色意外这个绰号现在感觉也很适用于卡普，毕竟马尔科切实的体验到过什么叫做白色意外。以上呢就是海贼王里的一些有趣的最早设定了，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，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，有点新奇，不过把它们看作一种平行时空，感觉也挺有意思的。那些没把自己的极品果实当回事的人，海贼王中有能把看起来不那么强的果实运用到极致的人，但还有些人吃下的果实非常不错，却始终没用对地方，他们自己可能就没觉得自己的果实有多厉害。巴基的4分5裂果实，巴基这颗超人系果实，按照觉醒的规则，自然是可以分裂万物。毕竟路飞、卡尔、明哥都展现了可以改变周围事物觉醒的 buff。巴基的果实一旦觉醒，4分5裂的世界，那可不就是手术果实和真正果实的结合体？一直以来，巴基把这个能力用得很逗逼，完全用成了马戏团果实。不过毕竟是巴基，某一天即便是觉醒了，或者真的有什么隐藏实力，那也不意外。布蕾的静静果实，这颗果实才是真正的555开果实，可以无视实力差距，复制出一个镜像路飞。除了样貌是镜像对称的之外，实力技能完全相同。试想一下，对手经过千难险阻、名师指导后才达到的高度，你只需要一个静静果实就可以抹平差距，简直杀人诛心。只不过树枝的这个大有用处的能力，最后被草帽阵营给完美利用了。本来布蕾应该是困死草帽一伙的关键点，却成了人家翻盘的突破口。福克西的迟缓果实，分槽头走到哪儿都是老六，一手迟钝光线可以趁人之危。其实老六把这个迟缓果实开发的还可以，能和黄猿一样用光子做成一把迟缓光剑，感觉两人的果实完全可以 battle 一下。但老六喜欢在海贼游戏里碾压对手，把这么好的果实完全用成了出老千的工具。在遇到草帽一伙之前，玩抢人游戏920场不败。而这并不是因为分槽头本身有多强，而是迟缓果实太好用了。卡里布的沼泽果实，作为天生高贵的自然系果实，卡里布好像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能力当回事儿，直接用成了一种功能性果实，更像是什么仓库果实。他随时可以在肚子里掏出机关枪、抢来的财宝和食物等等。不过在鬼岛还是蛮有用的，就当做路飞的移动冰箱，让路飞满血复活。其实卡里布的能力可以朝卡2的方向开发。沼泽果实和诺诺果实有很多共性，都有粘性，还可以随意形变。沼泽果实再不济，起码也是个自然系，完全看使用者如何开发了。黑炭大蛇的幻兽种8期大蛇形态，这颗果实拥有动物系的属性，幻兽种的逼格还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黑炭大蛇有8条命，是真正的仰卧起坐果实。路飞、勘十郎那些就是个弟弟，黑炭大蛇这种活不过3级的实力，靠着仰卧起坐果实，硬是活到了和凯多一起下线，就他妈离谱。这颗果实要是给凯多或者卡普这种靠霸气输出的强者，那岂不是直接卡 bug 无敌了？而黑炭大蛇在鬼岛啥正事没干，就让人给砍头玩了。所以恶魔果实都有它的开发的价值，但确实还是分369等的。不过吃到一颗垃圾果实不可怕，吃到一颗牛逼的果实，没觉得它牛逼才可惜。海贼王里的5大错觉。1. 黑胡子被秒。一直以来黑胡子给人的印象并不是很强，因为黑胡子其实是吃了秒秒果实的被秒人。他闪亮登场后，准备大展拳脚时都会被人家先锤一顿。别人家的4皇是天空开裂，黑胡子是我先列为敬。在巴拿罗岛被艾斯烧烤，在推进城被麦哲伦洗澡，在马林凡多先是被战国拍得直不起腰，后被白胡子打得狼狈求饶，直到之前和罗交手也挨了一下子罗刺穿大妈的那一招，又给黑胡子干吐血了。你就感觉这也太菜了吧？没错，连范奥卡都吐槽他老大迷之操作。但是呢，黑胡子就是不残血不会玩，调整好状态后，这才跟罗拉开架势打起来了，跟和艾斯那次如出一辙。黑胡子每次都这样，当然他也确实挺肉，在承受加倍疼痛下扛下这么多伤害，还能没有障碍的操作，所以黑胡子上来就让人家给秒，见怪不怪，可以理解为黑胡子习惯性牙龈出血。2. 路飞的白眼。和之国路飞喜提白眼王的新称号，路飞之前并不会很频繁的翻白眼，只是在和之国可能是被凯多的雷鸣八卦给敲出后遗症了。说路飞脆吧，凯多的棒子都快敲断了，爬起来依旧活蹦乱跳。说路飞肉吧，阿普随便一下子就把路飞炸得翻白眼了。就因这一下子，当时阿普直接就变普皇了，然后又挨了润提的一记头锤，又给打出白眼了。在龟岛和凯多正面较量的时候，先是4档对凯多狂轰滥炸，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。然后路飞爬起来，凯多用出降3式引奈落，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。然后路飞爬起来说凯多就交给我吧，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。然后路飞爬起来，凯多用出刨雷八卦，战局被 CP0 干扰，此回合以路飞白眼结束。因为本局集齐7个白眼碎片就可以觉醒尼卡形态，逆天改命。虽然路飞达成了此项成就，但尼卡路飞一样会被打得晕头转向。不过尼卡的每次心跳都可以给路飞带来满血的生机，所以以后再也不相信路飞的习惯性白眼了。路飞是越翻白眼越强大。3. 铁块无敌。与其说铁块是一种技能，铁块更像是一种临终遗言，最大的作用就是能让自己体面的下线。其实铁块初登场的时候确实展现了硬度，挡路飞的踢击的时候轻轻松松，挡山治的时候就有点痛苦面具了。
随着版本的快速迭代，草帽团迎来了全方位的加强，但是那帮人依然信奉铁块为版本之神。面对升级后的草帽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用铁块；当在霸气高手扎堆的新世界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人用铁块；当版本之子霸禅的用法更新后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有人用铁块。各式各样的技能不知更新了多少，但铁块依然是那个铁块。流水的版本，铁打的铁块，这个时代名为铁块。4. 乌索普净吹牛批。乌索普刚登场的时候，确实是要实力会吹牛，要长相会吹牛，干啥不行，吹牛第一名。但从吹牛大王到预言家，其实只有一步之遥。乌索普当年逗可雅小姐开心的那些小笑话，用逗猫棒逗巨猫出现在左屋，巨大的金鱼出现在小花园，8000部下出现在德岛，地狱3头犬出现在恐怖3人帆船，凶猛且能变身的鼹鼠出现在阿拉巴斯坦，巨大秃鹫出现在乔巴2年修行的岛上，传说中的小人族出现在德岛。乌索普指着路飞的首次悬赏令说，这3000万是在悬赏我的后脑勺。后来乌索普小号狙击王真的是刚刚好被悬赏3000万，且是戴着面具，这么说还真是悬赏的是乌索普的后脑勺。美女剑豪带着肉来了，路飞在德岛遇到了请客吃饭的性感剑士雷贝卡，以后再也不相信乌索普吹牛批了。哦不，应该说是以后只信乌索普的预言。5. 世界政府在和之国有大动作。在鬼岛两方势力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， CP0 3个人在棋牌室里泰然自若，在那儿摆棋儿。由于 CP0 之前并没有展示什么实力，而且行踪诡秘，造型奇特，又是天龙人身边的御前侍卫，总不能是白给吧。再加上世界政府要插手的动机经常穿插其中，五老星坐立不安什么的都渲染到位了，就感觉他们等着摇人最后堵门呢。草帽团不死也得蜕层皮，结果确实蜕皮了，但蜕了层皮的是海军大将绿牛。小小桃之助横刀立马阻击了绿牛之后，红发远程操作将其吓退，海军无功而返。路飞他们几个在远处看戏，那可太嘲讽了。再说这个 CP0 还想着抢罗宾呢，2打2德雷克阿普都费劲，还让阿普给跑了。虽说小队长尽职敬业，姨母给发多少工资啊，这是居然敢搅和2个4皇的战斗。此时正在海军本部喝茶的黄猿笑了，这不傻子行为吗？这不铁块一出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直到现在都没有见到小队长人在哪儿。看来世界政府这边最后还得是靠姨母。以上这些堪称海贼里的5大错觉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点个赞为素材果觉醒充能。海贼王里那些共用一个声优的角色，海贼王里至今一共出现1000多名角色，如果每个人物都配一个声优，显然不实际。这个时候就轮到声优展示真正的技术了，一人饰演多角才是常态。而且随着声线的变化，很多人的角色差异之大，让人感到抽象。艾尼路的 CV 身川智之，同时他还是章鱼小八的声音啊。仔细听一下的话，这后音确实是。不过从空岛至高神到呆萌章鱼烧，这角色差异堪比空岛到愚人岛。陆琪的 CV 官至一，刚登场的时候，陆琪的鸽子会代替陆琪说话，被娜美认为是陆琪的腹语，把路飞乌索普看得一愣一愣的。结果这个鸽子还真是陆琪的声优配的。黄猿的初代 CV 石冢运生，二舅的声音可以说是经典，不过他还是索隆的师傅双月耕四郎和全军总帅冈古空的声音。もしもしこちらキザル。いやいや、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よ。せめてお前もそうしてくれ。戦国。不得不说，二舅正经起来，是不是还挺正经的？黄猿的戏路宽道，真不愧对于影帝的称号。另外，黄猿的2代 CV 志年龙太郎，他也是个大佬。他不仅是灌篮高手里三井寿的声优，同时还是海贼王里卡库的声优，这差别也是挺大的吧。わしが行こうか。杯。工場内は関係者以外立ち入り禁止じゃぞ。赤犬的 CV 立木文彦，同时他还是那个把鹰眼惹到千里追杀的提督克里克的声音。望み通り、マスターコールじゃ。鷹の目よ、てめえはこの俺の首を取りに来たんじゃねえのか。赤犬的声音还是挺有辨识度的，一听就是那种纹着大花背在澡堂里一人独占一个水池的狠人。他配的角色很多也是这种风格。老沙的声优大有龙三郎，老沙在和之国的业务还挺繁忙的。他不仅是光月寿喜烧的 CV， 老沙兼任的另一个角色真的挺搞的，他是白胡子的2代声优。久しぶりだな、白い兵。元気そうだな、ロジャー。白胡子的初代声优于2019年去世，从和之国开始，白胡子就是老沙了，所以老沙的嘴就是白胡子的嘴。现在老沙终于可以用实力让白胡子闭嘴了。还有一个比较搞的就是熊的 CV 酷秀行，熊的声音特别温柔温和吧，尤其是和波妮的经历，但他还是文斯莫克加治的声音。旅行するならどこに行きたい？私がお前の父親であることは。好家伙，熊给了波妮一生的温柔，反手就给了山治一世的阴霾是吧？一个人拿捏了海贼王里差别最大的俩爹。另外这里小山治的 CV 还是乔巴的声优大谷玉江，
剧场版《黄金城》里德索罗的 CV 山路和红，在主线里他也是塞纽尔的声优。德索罗和塞纽尔的神情倒是有些相似。大妈的三大魂器：拿破仑、普罗米修斯、雷云宙斯，外加赤鞘九侠里的和松，这4个是水岛玉一个人配的。何ママ撤収寝てるのにカッパの川松ただいま参戦。鹰眼的现任声优挂川玉彦，平时鹰眼的声线很高贵很高冷吧，同时他还是分槽头的那个偷笑手下汉堡的声音，也是那个把熊当坐骑的天龙人罗兹瓦德胜的声音。お前は敵に教えをこうというのか。おばあちゃん、親指、いやおばあちゃん。七部会の奴隷は便利だえ。虽然声优都是怪物，但当知道他们配过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角色后，还是觉得有点震惊。香波地群岛的假草帽一伙，抽象的形象下，草帽一伙原班人马的声优互相客串，所以假草帽团其实也是真草帽团。当然，草帽一伙的声优平时应该是待在录音棚里最久的，所以他们也免不了顺手配一些奇奇怪怪的角色。乌索普的 CV 山口胜平配的骆驼睫毛，山治的 CV 平田广明配的卡鲁亚。おい、カルー、お前も来いよ。生っちょろい体を鍛えるにはもってこいだぜ。索隆的 CV 中井和哉配的甘福尔的那只吃了麻麻果实的鸟。ペガサス。娜美的 CV 冈村明美配的那只很可爱的猫兔昆贝，以及空岛上那只很可爱的云狐修。慎平的现任 CV 宝龟克寿，同时他还是另一个元气乌海莫利亚的声音，这声线的变化真的有点子离谱了。这里要着重提一下弗兰奇的 CV 是尾一树，同时他还是赞高和小冯的声优。虽然小冯上传的呼声很高，但小冯表示我现在在推进城过得挺好，我的声带已经替我上传了，勿念。要说海贼王里最特别的一个声音，那就是旁白君了。这位旁白声优是谁？其实大家很熟悉，他会在合适的时间出现，为大家介绍信息，主要是介绍关于草帽团的居多。懸賞金9400万ベリー。看过一个比较搞笑的是说旁白是尾田自己配的，那看来尾田老师平时例行休刊是因为还有份兼职啊。其实这个旁白是斯摩格的声优大场真人，好家伙，旁白还真的是现场真人。懸賞金9400万ベリー。行かせるわけねえだろ。怪不得斯摩格跟草帽一伙这么暧昧，原来烟鬼一直在默默守护着草帽团。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，罗杰的初代声优大冢周夫是黑胡子的声优大冢明夫现实中的父亲。好的，原来艾斯真的不是罗杰的亲儿子，黑胡子才是。不过当打开一个声优的作品简介，很多声优在一部作品里担当多个角色的 CV 是常规操作。草帽团里尤其是乌索普的 CV 山口胜平跑了一堆龙套，甚至还配过电话虫。山口胜平大神不愧就是乌索普本人了。当然山口胜平还不是最多的，一个叫藤本龙宏的声优在海贼王里跑了100多个龙套，基本上都是部下 A 社员 B 岛民 C 之类的，就差个蒙奇 D 了，这也算一种牛逼吧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声优们一定要熬过尾田啊，毕竟现在声优越来越多的是一人兼任多角，这也意味着一个声优没了，可能就是一尸几命的结果。在海贼王中，有些牛逼的果实也许并不在恶魔果实图鉴里，但依然不影响他们如雷贯耳的名号。起名果实拥有者索隆，其能力是能起出非常霸气响亮的技能名字，并且根据起的名字的霸气程度或者字数长短，可以给技能增加不同程度的攻击力，一般来说是1寸长1寸强。目前索隆用起名果实创造出的3个最强技能分别是：一、鬼泣九刀流阿修罗拔剑王者系13个字，此招曾砍伤凯多；二、炎王三刀龙130情飞龙市集13个字，索隆用此招击败炎灾尽；三、三刀流奥义一大3000大千世界13个字，并且附带银勇一手。从过往来看，此招好像劈石头很厉害。爷爷果实拥有者卡普，爷爷果实能力者单挑实力近乎无敌，因为能力者打谁都会像打孙子，而且根据对手实力水平的高低，爷爷果实能力者会让其受到不同程度的恐惧 buff。 但是爷爷果实有一个副作用，那就是会产生慈爱之心，在有些时候对手会抓住爷爷果实慈爱的弱点进行突破，所以虽然爷爷果实单挑没毛病，可并不存在绝对无敌的果实。靠船果实拥有者旱灾杰克，靠船果实可以说是非常 bug， 因为能力者会无视对方的体型、身高、体术、霸气、实力等的所有属性，只需要喊一声你当我是谁，把船给我靠上去，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船就会靠向任何一个对手，即便是4皇大将也不能躲避。不能媚死的技能，你们想想是不是很 bug？ 当然了，靠船果实还会让能力者拥有非常肉的体质，以免该果实重生次数太多。爹爹果实拥有者白胡子，能力者只需要说一句做我儿子吧，就可以发动能力收儿子。不过众所周知，海贼王里存在上下级果实关系，而卡普的爷爷果实是爹爹果实的上级果实，所以在这种比较下，爷爷果实总是能占到爹爹果实的便宜。救生员果实拥有者黄猿，
这是一颗极品的辅助能力果实，为了保护友军，能力者可以发动以下几种技能：卡点光速踢，可以精确的等到细达子的到来；无伤光速踢，可以把友军无伤踢出危险地带，并可以自动寻找友军的怀抱；描边大师精准版，可以在100米之外射穿比路飞脑袋还小好多倍的钥匙，也可以让友军在饱和打击中无伤逃跑。在弹头岛，经过和路飞一番交战，黄猿看到路飞虚弱后，紧接着又有了救生员果实的新技能，是我暂时不能动了。萨坦圣评价黄猿有失水准，言下之意，好家伙，又是衣服违章就不说了，这会儿是连技能都不放了，明眼了是吧？不许动果实拥有者本贝克曼。要说不许动果实有多强，贝克曼是个玩枪高手，但他完全不需要开枪，在主线里一枪未开就可以比肩红发的威慑力，因为贝克曼只需要枪口对准敌人，说声不许动，不许动果实就会虚空压制敌人，顶上战争末尾就可见其威力。到了剧场版，贝克曼心里还嘀咕，黄猿怎么又是你？不许动果实直接梅开二度了。贝克曼和黄猿还真是对战场好搭档。面子果实拥有者红发香克斯，这个可以说是大名鼎鼎了。和贝克曼一样，红发也是属于非常依赖果实能力的，因为红发也不喜欢出手，直接面子平事儿。就说顶上战争这一波，红发正儿八经的一招没出，杀意爆棚的赤犬，大招状态的战国，疯狂收割的黑团，还有在新世界伺机而动的凯多，无不给了红发面子。不光是连大海都得给个面子。最离谱的是，在以上这些牛逼的果实里，只有面子果实有百度百科词条。看来面子果实已经觉醒到连搜索引擎都要给面子的地步了嘛，所以很难不相信，其实面子果实是真实存在的。高端局里那些狗都不吃的恶魔果实，曾几何时，海贼王早期恶魔果实还是个稀罕玩意儿，但是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，越来越多的怪物打架，很多早期优越的能力越来越掉价，甚至成了狗都不吃。烧烧果实就堪称是版本祭品，因为现在火系能力可以说是烂大街的存在，就感觉不会玩点火都不好意思在新世界混了。而且现在单纯的玩火还不够，还得是蓝火，海贼分高等低等，火焰也分。当然烧烧果实也不是一无是处，起码还有个元素化，但是自从霸气成为版本之子，自然系的元素化本身也差不多被削成狗了。元素化在低端局里游刃有余，但在神仙打架的高端局，谁也不敢把自己的命交给元素化，至少得配合见闻色吧。而且如果说烧烧果实的攻击力无人能比，那还罢了，但反而那些其他火系能力的伤害还贼高，视觉上并不次于烧烧果实，所以也难怪现在只要谁一玩火，烧烧果实就狗都不吃了。毒毒果实，毒毒果实虽然确实也很强，但是有个很别致的副作用，麦哲伦作为毒人，连呼吸都有毒，以至于吃到嘴里的东西多多少少都会沾点狠活，每天必须10个小时在厕所里度过，再减去吃饭睡觉的时间，这么强的果实其实每天也就能保持几个小时的强大，不太划算。而且毒能力现在也不算稀有，像是雷九、奎因用的这些科技与狠活都可以替代，主要是不会拉肚子。在推进城里，麦哲伦虽然绝对压制路飞，但路飞还是扛着剧毒挣扎了许久。然而新世界的那只毒鱼想说，毒毒果实也就这，看我只用一块皮就差点把未来海贼王给带走了。夹克果实，这个果实真的有点子离谱了，能力者自己会变成一件夹克，而且变成夹克期间他还不能动，需要别人主动穿上它，他才能拥有那个人的实力。如果有强大的队友愿意穿它，那还好说，但问题是别人自己很强，能打高端局，那还穿它干啥呢？要说夹克果实可以把别人变成夹克，自己穿上继承其实力，那确实是个神级果实。但现在来看，这个果实甚至还不如吞吞果实。响雷果实，其实响雷果实并不能算狗都不吃的果实，毕竟响雷果实有艾尼路这个把果实能力开发到登峰造极的模板在。虽然雷电能力确实也越来越烂大街，不过响雷果实依然是极品果实的存在，只是对路飞来说属于狗都不吃的果实，因为路飞现在都能徒手抓雷电了，就显得艾尼路很呆而已。同理还有个透明果实，虽然卡普给科比挡了溪流的一刀，但是对于藤虎来说，藤虎想说哦，隐身啊，还真是个棘手的能力，毕竟在藤虎眼里人均透明果实。不死鸟果实，马尔科的能力很帅，幻兽种高回复，确实是颗很好的果实。不过当看到吃了仰卧起坐果实的人越来越多，瞬间感觉不死鸟果实好像也不独一无二了。看皇表示什么不死鸟，我可是从鬼岛开始死到快结束都没死透的存在，仰卧起坐到别人怀疑人生。土皇表示什么不死鸟，马尔科打到一半就虚了，我可是从头到尾活蹦乱跳，基德、索隆、德雷克、CP0 谁也奈何不了我。整个鬼岛凯多在上面车轮战，阿普在下面车轮战。锦皇表示什么不死鸟，这就是我的被动。马尔科满血接了卡普一拳被夸上天，我残血头接4皇一棒毫无大碍，我说什么了？而且扛4皇的技能能用脸接的绝不用手，所以虚假的不死鸟马尔科，真正的不死鸟鬼岛上的各位皇。人人果实人形态，也就是乔巴的果实。别说这个果实狗还真可以吃，因为这颗果实差不多就是为动物量身定做的。至于说人吃了有什么作用，尾田确实也给了一个比较惊喜的答案，那就是人吃了也许能更好的做个人。草帽一伙每个人非常爱惜的东西，在冒险路上草帽一伙会有让他们视为珍宝的东西，精心保养必不可少。
而这些东西往往也有让他们爱惜的理由。乔巴除了爱惜希鲁鲁克送他的帽子，还有就是狙击王的签名。海上列车上，乔巴跟狙击王要的这一段虽然非常搞笑，但是乔巴却一直把这份签名视为珍宝。在他心目中，狙击王就是英雄偶像般的存在。大家搬到桑尼号上后，这个签名就挂在了乔巴诊室的墙上，很久之后还在呢。原来乔巴一直收藏着，不管路飞有没有认出狙击王，反正乔巴肯定是没认出来。索隆和他的佩刀，在很多场景中都可以看到索隆在用类似白色棒棒糖的东西打粉棒，在保养爱刀。其中河道一文字代表古伊娜，还有2次声泪俱下的誓言，必然是重中之重。当然其他的佩刀索隆也一样珍惜。在鬼岛3代鬼彻快要掉下去的时候，索隆甚至舍身救刀，也多谢被靳老师把索隆连人带刀给踢上来了。血走虽然在战斗中被秀掉了，不过索隆还郑重的给刀搞了一个葬礼。在鹰眼那里，索隆学会了更能爱惜佩刀的办法，缠绕武装色淬炼黑刀，所以索隆之后再出现血走的那种情况概率就不大了。山治的双手，作为一个厨子，山治不止一次表示双手就是厨师的生命，所以打架也从来不会用手打架。在哲普老板那里学到了终身受用的踢技。在蛋糕岛，吉尔玛为了控制山治，不仅用海上餐厅作为威胁，还给山治戴上了爆炸手环，死死拿捏住了山治。不过雷九还是足够理解和了解山治的，已经事先把爆炸手环给换成了假的。还有就是食物，爱惜食物也是山治的厨师精神之一。除了能把边角料做成顶级美食，在吉尔玛浪费食物的时候，就可见山治对食物的珍视。布鲁克和他的骨头，在恐怖3人帆船的时候，被抢走影子的布鲁克很怕见到光，不然就会灰飞烟灭。虽然说只剩灵魂的话，布鲁克应该也不会消失，但却会永远失去自己的身体。所以布鲁克平时非常注重保养骨头，牛奶是布鲁克必不可少的饮品，喝完之后就感觉满血复活了。而且牛奶在海贼世界里有奇效，非常适合路飞和布鲁克这种牙齿经常被打掉或者骨头经常损耗的人。乌索普爱惜梅利号，大家都很重视梅利号，不过也许只有乌索普还有另一层感情，那就是代表故乡和可雅。开着梅利号回到希罗布村是乌索普最希望的结局，所以一路上乌索普一直对梅利号修修补补。在修船这方面，乌索普并不是很专业，但他也尽力了，足够看得出乌索普非常爱惜梅利号。娜美和她的橘子树，代表贝尔梅尔的橘子树被娜美带到了船上后，娜美一直好好照料。当然这里面也有山治的一份功劳，因为山治是橘子园的保镖。从司法岛回来，娜美一直蔫蔫的，因为她的树不见了。之后物归原主后，娜美瞬间就高兴起来，过去直接紧紧抱住，这脸变得可真快。弗兰奇除了爱惜自己那仅有的一条裤衩子，还爱惜桑尼号。虽然相比乌索普，弗兰奇对船表现的好像并不是那么担心，这也恰恰是弗兰奇无比相信桑尼号的体现，相信它是可以征服伟大航路的梦之船。弗兰奇的爱惜更在于平时闲暇时间大家出去玩的时候，弗兰奇却经常留在船上给船更换能源或者检修一下。罗宾爱惜关于历史的一切，这应该是奥哈拉人的共同点，不惜生命也要保护历史的意志。罗宾每次看到遗迹或者历史正文的时候都很高兴，不光是轻轻触摸，痴迷的研究一番。在左屋那次，罗宾直接就是蹦蹦跳跳跑过去了，真的是很可爱了。慎平和愚人岛，在加入草帽团之前，慎平一直是把愚人岛放在第一位的。从泰格死后，慎平就渐渐的成为愚人岛的带头大哥，但他也清楚自己的力量有限，所以一直以来慎平都在为愚人岛的安危而奔波，直到将愚人岛的事情尘埃落定后，带着愚人岛的报恩正式加入草帽海贼团。路飞爱惜的自然就是草帽了，毕竟这顶草帽严格来说还不完全属于路飞的，还包含和红发的那个重要约定。在草帽破损后，心灵手巧的娜美会给路飞修补，修好后路飞就很高兴。所以草帽一伙平时爱惜的这些东西，不光是自己喜欢的，还总会有另外的意志，或是约定，或是寄托。如果海贼王里的出海难度有等级，简单卡文迪许，身为王子的卡文迪许因为长得太帅，全国上下的女孩都不愿意结婚，被判以太受欢迎罪而流放海外。当然也有可能是第二人格的原因，但先不管这个，描述里是这么说的，只给了他74名部下以及区5亿贝利，卡文迪许的人生就此跌入了谷底。可以，区5亿贝利，卡文迪许的开局号海贼王里再难找出第二个。草帽团起码一开始以为是草根，后来才知道是富二代。而对于别人来说，卡文迪许这直接就算是出道即巅峰，这哪是出海，这分明是度假来了。普通艾斯这个等级应该是大多海贼处于的开局难度，就开局没什么好装备，但也不至于啥也没有，就有一艘勉强能抵御小风小浪的小船出海。类似的还有罗杰雷利，当然罗杰雷利的船在普通这个等级里算很好的了，要比艾斯的风帆小船好很多。困难路飞，要说艾斯的小船起码还有个帆，路飞出海的小船连个风帆都没有，只有个桶，动力全靠使劲划。最搞的是路飞开局只说了想要伙伴和海贼旗，居然没想着先要个像样的船，难不成他真的想划着这条船去伟大航路？当然那个桶最终也拯救了一个传奇。出海没多久，路飞就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靠这个神奇的桶活了下来，然后认识了科比，因为达成了高难度出海成就，系统开局送了个索隆。凶残光月玉田，别人出海不管怎么说起码得有条船吧，玉田出海全靠命硬，怀揣着白胡子的船我赖定了的信念，接受了白胡子提出的3天考验。玉田死死拉住锁链，途中什么漩涡、礁石、狂风激流都是小意思，
主要是还要和海里的怪物缠斗，并且要忍受3天的饥饿。光是这一点，就算放路飞身上也玩完了。3天下来，玉田整个人都泡敷囊了。最后玉田去救未来的老婆了，在最后时刻放弃了考验，但收获了白胡子最终的赏识，成功出海。地狱巴托洛米奥，要说出海没船，那也可以蹭，可以抢，可以造。但巴托出海，船上不带航海士，全靠打电话咨询乡下的奶奶，这属实牛逼。也难怪以前都说巴托奶奶是罗杰的航海士了。而且最搞的是，副船长不是战斗员，不是航海士，是个传教士。这一船人还晕船，一晕船就得吃口香糖。就这么一帮看似都开不到下一个岛就得沉船的海贼团，靠着偶像信念，硬是闯到新世界，见到了自己的偶像，堪称是最牛逼的出海经历。bug 索隆说索隆是个独立之外的 bug， 是因为早在遇到路飞之前，以找到鹰眼单挑为目的出海，然后就再也没回去过村子。最搞笑的是，后来一看，索隆他这晃晃悠悠，名气没少涨，却也没离村子多远，合着是在自家门口迷路了这么长时间，有可能过了下一个路口就能回村了。然而不知道索隆是挤过家门而不入了。不管是卡文迪许的人生低谷式出海，还是晕船巴托靠奶奶征服伟大航路，总之海贼王里牛逼的出海操作是真不少。那些拿正经果实玩恶趣味的人，海贼王里有为恶趣味而生的果实，比如荷尔蒙果实、透明果实，懂的都懂。还有一些果实明明是正常的，纯属是本人有那么一点点恶趣味。手术果实的罗平时看起来很正直，实际上很会玩。在冰火岛因为被草帽一伙弄得下不来台，干他们吧没必要，忍了吧又不甘心，于是就用手术果实给草帽一伙来了个身体互换，包括后来斯摩格和达斯奇也换了，让他们闹了不少笑话。手术果实被罗玩出了这么离谱的能力，那只能说明罗如果吃的是荷尔蒙果实，那他能比小1万玩得更嗨。爆炸果实，这个果实其实还可以，而且随着2年后炸弹迎来了史诗级的加强，只要量级够，重伤大妈也不是问题。不过拥有爆炸果实的 Mr. 5也被称为鼻屎男，就不好好用，见人就谈会爆炸的鼻屎。期间还谈到了索隆的刀上，给索隆留下了永远的心结。其实路飞如果吃下爆炸果实应该也挺强的，因为路飞也爱玩鼻屎，而且比他的更多、更大、更准。浮浮果实的警卫门在德岛用浮浮果实模仿民歌，虽然很敷衍嘛，但古拉迪乌斯他也是个脸盲，还算有点用。本以为警卫门以后用浮浮果实能用在什么奇谋上，结果后面心思全用在了如何给女士变清凉的衣服上去了，而且越来越凉快，离谱到审核员都不得不对娜美罗宾的变装福利进行删减。病果实的毒 Q 能力就是可以让人染上疾病，差不多就跟他这个病殃殃的状态一样，看起来没什么很奇特的。但是毒 Q 还能用出一个很迷惑的能力，会改变人的基因，让人变性，且会传染。互相接触的话，那大家一起愉快的变性，这个倒是可以用霸气解除这个病，没啥实际用处，就是纯纯的恶趣味。不过后面请务必把这种恶趣味用在草帽团身上。龙果实古代种万龙形态的奎因，和弗兰奇一样，奎因看起来也是个变态，因为他也有一些整活发明。不同的是，奎因结合了自己的果实能力，像是能把自己的躯体发射出去，四肢留在原地。果然是分头行动啊！怎么着，这是欺负人类没见过恐龙是吧？那留在原地的身体还可以当炮台，并且是声控的，非常智能。只不过声控有 bug， 搞得奎因每次无意间提到万龙发射器，就会被自己的身体给疯狂开炮，而且还没开2度。类似这种果实名字听起来很正常，但总会有一些迷惑的功能存在。怎么说呢？恶魔果实也无奈的表示，别误会啊，在整活的可不是我。海贼王各大战役中的草帽阵营 MVP， 草帽一伙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战斗，每个篇章也有表现最关键的伙伴，他们贡献过能左右大局、惊艳众人，甚至是扭转战局的力量，将整个团队引向胜利。这些篇章的最有价值伙伴分别可以是谁呢？东海的草帽 MVP 路飞，开局一个桶，队友全靠捡，小船互相出，大船进航路。路飞组建了初具规模的草帽海贼团，初次悬赏3000万。梦开始的地方东海，路飞是初创麦团里成就最闪耀的。阿拉巴斯坦的草帽 MVP 山治，这里也是山治智勇双全的体现。从小花园开始，山治就是一定会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出现，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。每到绝望的时刻，要相信山治会出手，多次直接改变后面的局势。空岛的草帽 MVP 就像那句响彻天空的发问，这艘船的航海士是谁？当然是娜美。虽然空岛娜美战斗力输出几乎为0，但是娜美的业务能力在这里很关键，确定黄金都市的位置，把威霸玩得得心应手，将路飞带回战场，助他击败莱尼路，敲响黄金钟。除了这些，没有娜美，草帽团早在上冲天海流的时候就团灭了。司法岛的草帽 MVP 梅里。如果说战斗方面，路飞、索隆、山治谁拿这个 MVP 都可以，但司法岛的最终目的是救出罗宾，伙伴们平安。没有梅利号，所有人都会被困在里面，
被海军围剿，那打败 CP9 就没有任何意义了，所有的努力也会付诸东流。梅丽应该拿这个 MVP。恐怖3 A 帆船，3 A 帆船的草帽 MVP 索隆。索隆在这里实在是太累了，打龙马、打奥兹、打熊，最后好家伙，路飞积累的全部伤害还得索隆再扛一遍，也难怪熊感叹蒙奇 D 龙的儿子有这样的好伙伴。顺便也一提，索隆打败龙马，布鲁克的影子物归原主，了结了路飞一直以来想要一个音乐家的心愿。这个 MVP 索隆拿得当之无愧。香波地群岛的草帽 MVP 蒙奇 D 黄猿、雷利、熊都可以，这里先给熊吧，熊实在是太好了，直接是连草帽团之后的老师都安排好了。从女儿岛到2年后重聚期间，路飞处在伙伴分离的阶段，没有其他伙伴什么事儿了。不过从推进城开始，有了草帽小队，同样可以评草帽 MVP。推进城的草帽 MVP 那绝对是小冯了，没有小冯，路飞在麦哲伦那里就死透了。小冯冒死带着路飞去找小伊万，最后大家虽然逃出了麦哲伦的追击，但打不开正义之门，一样是瓮中鳖。是小冯用能力冒充麦哲伦打开了正义之门，彻底救了路飞他们。最后还鼓励路飞一定要把你哥哥救出来呀！小冯拿这个 MVP 毋庸置疑。顶上战争很明显了，给影帝吧，蒙奇 D 黄猿。黄猿不拿这个奖，感觉都对不起他。白胡子保护路飞都没黄老舅卖力啊！就路飞当时的实力，要不是老舅的暗中保驾护航，但凡换个人，路飞都不知道被碾死多少次了。2年后愚人岛，愚人岛的草帽 MVP 路飞。霍迪琼斯作为篇章级的 BOSS 实在是很一般，更主要的是伙伴们展示2年修炼的成果。路飞打败霍迪琼斯，最后不惜用受伤的身体持续发动3档阻挡诺亚坠落，也让白星觉醒海王之力，共同保护了愚人岛。路飞后来又向大妈宣战，对愚人岛宣示主权。最耀眼的路飞无疑是愚人岛的 MVP。庞克哈萨德，冰火岛的草帽 MVP 罗，而且作为盟友的罗，他应该拿这个 MVP。罗需要用 MVP 弥补一下他心态上的创伤。罗规划了如何打掉凯撒，威胁明哥，直指凯多，很多步步为营的细节。虽然路飞中途有很多自由发挥的操作，但整体也勉强算根据罗的计划走的。战斗方面，草帽团其他人的表现机会不多，主要也是冰火岛是路飞罗当主角，直接把维尔哥安排给了罗。维尔哥甚至比凯撒都强呀，罗的战绩也挺好。德雷斯罗萨，德岛的草帽 MVP 乌索普，在第一次搞掉砂糖被明哥盯上后，乌索普顶住压力觉醒了见闻色，直接再次扭转劣势。另外还直接壮大了草帽大船团，拉来了很多死忠粉。明哥对乌索普的爱岂能是区区5亿贝利可以表达的？乌索普拿这个 MVP 也是当仁不让。万国的草帽 MVP 布鲁克，在蛋糕岛，布鲁克展示了自己啥都会一点的特长，开潜艇搞侦察，偷正文怼大妈，砸相片抓宙斯，打辅助救兔子。本来草帽团来蛋糕岛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回山治，不过有了布鲁克一系列的操作，这一趟还有了不少意外收获。布鲁克弄来了历史文本外加宙斯体验卡嘛。和之国鬼岛上，草帽一伙几乎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成长和加强，战绩颇丰。索隆山治也非常牛批，基德和罗也是开了挂了。真要选一个，还是路飞吧，毕竟果实觉醒加击败4皇，把最难搞的凯多死拖在了屋顶。对骷髅塔内各个点的对战来说，路飞是中流砥柱的存在，他要一拉全都得垮。在草帽团参加的战役中，路飞必然是击败最终 BOSS 的那个人，不过伙伴们有时候的整体表现未必就比路飞暗淡，每个篇章都会有关键的伙伴站出来力挽狂澜。海贼不是一个人的游戏，路飞也是始终坚信这一点的。路飞伙食到位，4皇干废。路飞是个吃货，但对路飞来说，好吃的不仅仅代表快乐，甚至比金银珠宝都好使。以跟食物有关系或者能请路飞吃饭的人，在路飞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。在香波地，草帽一行人结识了人鱼凯米，凯米请求草帽团去救小巴，既然大家都是朋友了，路飞当下也就豪爽的答应了。只不过路飞当时是本着助人为乐的目的答应的，问这个小巴是谁，凯米说小巴是自己的老板，能做出世界第一美味的章鱼烧。路飞一听惊了，此事事关重大，事不宜迟，兄弟们就算拼上性命也要救出章鱼烧，冲呀！注意，路飞说的是救出章鱼烧，小巴哭晕在厕所，我始终不配拥有姓名是吧？最后路飞也如愿以偿，在小巴这里把章鱼烧吃到了爽。2. 一饭之恩能让路飞赴汤蹈火，请过路飞吃饭的人还挺多的，娜美、薇薇、女帝、白星、蕾贝卡、小玉。虽然路飞帮助他们并不全是因为吃的，但如果事先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激励的话，那肯定是锦上添花的。而且路飞对于酬劳方面也非常单纯，当初答应薇薇要把老沙揍飞，路飞的要求非常简单，让薇薇请他吃饭，要吃到撑死的那种。这个要求单纯但并不廉价，毕竟让路飞吃到饱那也得老鼻子钱了。然后在德岛也算挺巧合的，
本来路飞没打算要做拯救德岛这么伟大的事情，只是想抢回艾斯的烧烧果实，捣毁明哥的工厂。结果蕾贝卡请了路飞吃了一份便当，明哥推进城负6层的房卡就被预定上了。后来路飞跟卡文迪许抢主攻，路飞直言这种事情我来办就好了，我必须要回报蕾贝卡的一饭之恩。被一旁的罗吐槽，你战斗的理由原来只是一顿饭啊。和之国小玉把自己过生日才舍得吃仅存的食物给了路飞，自己只能去喝污染的河水。之后便有了路飞太郎的报恩，他把一大车干净的食物送到村民手上，便答应小玉，我会将这里变成一个让你每天都能吃饱饭的国家。加上小玉跟艾斯还有渊源，路飞绝不会坐视不管。所以说路飞的战斗理由看似是因为一顿饭，不过纯粹但绝不简单。3. 一顿饭能让路飞满血复活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。索隆回血靠睡觉，路飞那就靠吃了。不管路飞血条多低，没有一顿饭是不能加满的，有那就再吃个乔巴。每场战斗下来要例行开一个大宴会，也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。阿拉巴斯坦狼吞虎咽，误吞乔巴，水之都睡着觉都能吃。后来这种情况愈发严重，在睡梦中能做出各种情绪并不停的吃。索隆吐槽你到底要做哪样呀？不过无一例外，只要经历这么一波，路飞就满血复活。在鬼岛也是，被凯多各种敲门后下来加个餐，回去接着干。所以只要吃的不断，就能给路飞带来无穷无尽的能量。给路飞一碗饭，他敢去打4皇；给路飞一份章鱼烧，他敢去揍天龙人；给路飞一块肉，他就能仰卧起坐。路飞这人能处，伙食到位，4皇干废。有吃的他是真敢玩命。好，本期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海贼王中屡见奇功的神奇报纸。报纸作为海贼世界中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，不管是海军还是海贼，4皇、七武海、革命军，几乎所有人都有看报纸的习惯。也出现了老沙、明哥这样的看报王。摩根斯的报社虽然经常受到政府干预，不过摩根斯从来不会逆来顺受，什么都敢报。这也帮了很多人，尤其是路飞的很多忙。鸟哥最强陆吹的名号岂是浪得虚名？首先，路飞的名气和事迹大多是由世京报传播出来的，堪称是路飞最强的公关部门。路飞多次霸榜报纸的头版头条，屡次登上热搜，比如司法岛公然对抗世界政府，香波地打飞天龙人，大闹推进城和海军本部，2年后草帽团复活，拯救德雷斯罗萨等等等等。红发也时常需要通过报纸来了解路飞的成长，得以让路飞只需要专心搞事情，他的名气会随着成千上万的海鸥快递小哥席卷四海。报纸也是路飞的快乐源泉。众所周知，能让路飞高兴的跳起来的一件事儿，那便是看到自己的赏金大涨的悬赏令了。而悬赏令除了以撒传单的形式在城镇中传播，在大海上还会夹带在报纸里赠送。比如路飞的首次悬赏3000万，让路飞第一次尝到了这种成就感。后来的15亿也是如此，只不过路飞当时少数了一个零，看错成了1亿5千万，怎么还不升反降了，直接就泪流满面。通过这次的乌龙，看来海军还是没有搞清楚如何对付路飞。路飞哪有那么可怕，直接把他的赏金清零，都不需要派什么大将出来，路飞自己就会郁郁而终。包括现在路飞成为了4皇，赏金30亿，路飞看到这个消息，又是露出了尼卡式的表情包。每次的报纸都会增长路飞越战越勇的意志。然而吴老星似乎现在才发现，不能把路飞尼卡形态悬赏令和地之一族的背景公布于众，但显然为时已晚。要说世京报帮的最大的忙，那应该就是把3DRY 的消息传达给伙伴们了。如果不是这个渠道，伙伴们能不能平安相聚还得另说，主要是他们也不会有2年时间去提升实力，毕竟当时其他人都是准备立刻返回香波地群岛的。报纸还让路飞第一次见到父亲的真容，虽然在罗格镇路飞和龙有过交集，不过直到在去万国的途中，佩德罗拿到了一份报纸，头版头条赫然印着革命军大本营被发现的新闻，上面刊登了龙和萨博的照片。比起没什么印象的老爹，路飞直接把龙给无视了，自然而然更关注萨博。直到众人提醒，路飞才恍然大悟，坦言第一次见到自己老爹长什么样子，并表示怪不得他脸上的拖鞋印那么的似曾相识。说到萨博，摩根斯有些报道确实很扯淡，提前把路飞吹成5皇的事儿还不是很离谱，像是萨博死了这种新闻就离原上谱了。现在确认萨博不仅没死，他和3个革命军队长跟藤虎绿牛打了一架，不仅全身而退，还救走了熊。只不过寇布拉的死的黑锅又甩给了萨博，这事儿一定也另有隐情。但是经过这么一番报道，世间的叛乱军纷纷把萨博当作神一样敬仰，萨博喜提炎帝称号，风头甚至盖过了龙。鸟哥真是把新闻和公关给玩明白了，流量赚到了，把人捧起来了，两全其美。除了这些，报纸上还会刊登一些有趣的内容，比如库洛卡斯手里的报纸，
那个版面上印着艾斯追捕黑胡子的过程中被一个牛奶妹所救，最后艾斯帮助牛奶妹和父母团聚，还有冰山社长重新招聘秘书，但想必冰山已经对穿渔网袜的女人产生了心理阴影，最后招了一个10岁的天才小女孩，但这个小女孩扶眼镜的姿态和卡利法又颇为相似。这些都是扉页故事，作为彩蛋刊登在了报纸上。当然无处不在的熊猫人甚至也会出现在报纸上，报纸上的内容很丰富，但现在最可怜的是明哥，因为他已经和世界脱节了，报纸上的信息量他一时半会儿可能接受不了，什么一会儿罗30亿了，一会儿路飞4黄了，一会儿巴基又4黄了，萨博都成炎帝了。明哥哈哈大笑，表示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他妈比我当时退出西五海的消息还假，报社那边是没素材可写了吗？殊不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，而报纸就是这些神奇有趣事迹的载体。海贼王中的贝利和物价，在新世界很多海贼的赏金动辄上亿几亿贝利，在网上10几亿几10亿贝利，不过海贼世界里日常生活的物价并不算高，属于正常范畴，除了空岛的伊克也叫爱古斯币和之国以金银等硬通货的铸币外，大部分地方的通用货币就是贝利了。贝利的面额分为1万、5000、1000面值的纸币和500、100、50、10、5、1面值的硬币。从太古玉集等纸币上人物名字来看，贝利其实就是日元，所以悬赏55亿多的海贼王罗杰换算下来也只有区3亿元人民币。那接下来就看一看海贼世界里的物价水平。如果你有50贝利，约合3块钱，可以在瓦波尔落魄的时候在他那儿买一个玩具。如果你有100贝利，约合6块钱，可以买到一份报纸。娜美当时嫌弃报纸涨价了，不过送报欧在大海上卖报也不容易，运输成本很高，可以接受。而且报纸里通常会夹带及时更新的悬赏令，相当于买海报送杂志了。在南海的一个集市里，一根茄子也是100贝利。说到这个，难免想起悬赏100贝利的可怜乔巴，他的悬赏价值就等同于一份报纸或者一根茄子。在很多海贼游戏中都是默契的，首充6块送乔巴，100贝利等于6块等于乔巴，这似乎有意无意的已经成了一种共识。乔巴真的栓 Q 了。另外100贝利还可以让哈雷达在干旱地区降一次雨，只是他一开始开价是1亿贝利，约合520万元，因为那个地方很贫穷，所以善良的大爷给他们打了个折扣，6块。在网上山治采购食材的时候，一颗新鲜的卷心菜是150贝利，约合8块钱。如果有500贝利，约合26块钱，斯摩格赔给小女孩一枚500贝利的硬币，让她去买一个5层的豪华冰淇淋。小巴的自助美味章鱼烧，每人500贝利，可以吃到撑的走不动道。在香波地租一台泡泡脚踏车，一天500贝利，可以说很划算了，主要是很好玩。但是如果要买一台是1万贝利，约合520元。当时受老板引诱，路飞吵着要买，被小巴劝阻。泡泡车不同于威霸，出了香波地的气候范围就没用了。在路飞名人联动的餐厅里，500贝利可以吃一份咖喱饭，其他的还有从1块到30块不等的食物。还有1贝利等于1万空岛伊克，当时甘福尔一声救命哨子是500万伊克，也就是500贝利，约合26块钱。甘福尔玩一次命收你26块钱，对蓝海人的购买力来说，这纯属助人为乐。如果有1000贝利，在水之都可以体验双人布鲁船，当时路飞他们租了2艘，一艘的租金是1000贝利，约合52块钱。如果有1万贝利，可以去买一件相扑熊猫的 T 恤，约合520元。相扑熊猫是东海乃至四海知名的流行品牌，比如娜美的 T 恤、微微的包包都是这个牌子，起步价就是1万贝利。在网上，慈古岛时期被路飞穿丢了一个袖子的那件棉衣，娜美当时花28800贝利买的，约合1500元。不过娜美要求路飞要3倍赔偿。一本松的武器店里，一把相对普通的刀是5万贝利，约合2600元。阿龙在村里收保护费，一个小孩也是这个价。娜美的幸福之泉明码标价10万贝利，约合5200元。阿龙在村里收保护费，一个大人也是10万贝利。妖刀3代鬼彻真实价格100万贝利，约合5.2万元。像河道一文字等的大快刀21弓，至少1000万贝利起步，约合52万元。听起来好像不是想象的那么价值连城，毕竟刀这东西还是得靠合适的主人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，这个就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了。然后是人口贩卖价格表，从人类到鱼人，从50万贝利，约合2.6万元，到100万贝利，约合5.2万元不等。而男性巨人族高达5000万贝利，约合260万元；女性人鱼族高达7000万贝利，约合365万元。凯米更是被天龙人开出5亿贝利，2600万元的高价。
当时路飞天天捅娄子，才达成了3亿贝利的赏金，到头来还不如人家摸了条鱼金贵。可见这帮人不会发不出悬赏金，因为他们是真的有钱。如果有1亿贝利，那可以买一个恶魔果实盲盒，这是大多恶魔果实的价格，约合520万元。因为如果没有看过恶魔果实图鉴，这真的就等于是开盲盒一样。从空岛下来，路飞他们换了3亿贝利，约合1500多万元，爆发了一波。在梅利号大限将至的时候，冰山他们给了路飞一份价格表，其中比梅利号大一些的二手船的价格也不菲，需要将近1亿贝利。而如果肯出全部的3亿贝利，水之都可以为其打造一艘最新式的大船。以上哪个选项都没有达成，其中2亿开局还被抢了，但最后无疑还是大赚。光宝舒亚当的黑市价格就是2亿贝利，约合1000万元。这还只是木材材料费，还有其他材料、设计、人工成本等。桑尼号仅仅只是造价都远不止2亿贝利。路飞最后一场宴会把剩下的1亿贝利也干进去了，一顿饭500多万，属实牛皮。已知出价最贵的果实手术果实50亿贝利，约合2.6亿元，差不多等于白胡子的赏金。已知开价最高的交易，明哥逼迫德雷斯罗萨利库王凑齐100亿贝利，约合5.2亿元。以上就是海贼世界里大概的物价情况了，在2年前时期就已经架构完善了，也属于是海贼世界观里的一部分吧。给个机会，我想做个好人，瓦斯蒂诺。